刘先生，45岁，来自长春，职工。有请刘先生。白女士，46岁，来自长春，销售。有请白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是您要来的，听说是吧？是我要来的，主持人。来干啥呀？哎呦喂，还至于吗？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做生意失败了，啊，赔得一无所有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他。哦，半年以后我们结了婚，我们结婚19年了。哦，就在我女儿3岁后的时候，他就早出晚归的。我怎么早出晚归的了？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你为了这个家，不是这，有那么大的脾气吗？运那么大的气啊？咱慢慢说行吗？主持人你不知道，我肯定不知道。他现在在外头做生意，还赚不到钱啊，吃吃喝喝，净和那些异性朋友在一起。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。我回家吃不到热乎的饭。主持人，我是搞销售的，搞销售的能不接触客户吗？那客户都是女的嘛。所以你怎么总是这么？那你应该顾着这个家呀！你是女人，哎，你有丈夫有孩子，你应该回家呀。我也兼顾了呀，孩子我也照顾了呀，我不是没照顾。你照顾我们饭都吃不上啊！我听明白了啊，就现在的状态就是妻子在外很忙碌，不照顾你和孩子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好，因为他不照顾，所以我问你啊，你是打算离婚啊，还是打算调整一下继续过呀？你总得有个意见和章程吗？就因为我们的矛盾态度这19年了啊，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。哦，就是这19年也没打算离婚，是吧？啊，就是我们还在过着，所以我们还好，虽然我们也闹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这样吧，它影响了我和女儿的正常生活。现在她在外头，现在搞创业，她都这个年纪了，搞什么创业呀？她能和那些大学生比吗？快50岁的人了，我们还有女儿，我们女儿都现在18了，考上大学了，现在她还想学舞蹈，学舞蹈专业。学舞蹈专业是孩子的爱好，咱们不应该扼杀他。学舞蹈，他现在已经成人了，有他自己的追求，咱应该支持。我不是不支持他，女儿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她学习特别好。我认为咋的？女儿现在学习好，考个好大学，有个安稳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最后找个……她现在就是这种状况，多少年以来了，就是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指挥我的人生，现在孩子大了，你还让孩子，你还指挥，气死我了！我真的，我还让孩子听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去操控孩子的人生。不是说我操控孩子的人生，咱们做父母的不应该支持孩子吗？是支持孩子，你是怎么支持孩子？孩子跟你学什么样了？你天天在外头跑业务，跑你的生意，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不是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吗？是你改善家庭条件，孩子学舞蹈花多少钱？我一个房子都卖了，为了孩子学这个舞蹈。父母赚钱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吗？你培养下一代，我没有说啥，但是你那些所作所为都影响孩子的未来。我感觉我那时候在工厂上班啊，从早上到晚上下班很晚，一个星期你问他在家做几回饭？我也不是出去玩去了，我尽量抽出时间多陪你们。我能在家做饭我就做了，我又不是说出去闲逛，或者是没有正事儿。我一个男人在外头上1天班，晚上你给我做什么饭？做的粥。我干了1天工作，累不累？累得要命，回家想吃口热饭。那你难道不过分吗？喝的是粥，他把粥都给粥了。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？我嫁给你，我不是做保姆了，我不是做老妈子了。为什么把粥了？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把粥了？因为你做的太过分了，有点儿。这个粥不重要，这不是过去的事儿了吗？他一直揪着，就是多少年前的事。我作为一个男人啊，他在外做生意、做买卖也好，他现在赚不到钱，他就折腾。还有异性朋友上我家小区门口总去接他去，这让邻居看他怎么样？要女儿看到这心情怎么样？我是什么心情你知道不？
所有的错你都怪在我身上，难道你没有责任吗？我不会你是我的丈夫，你如果给我信任，给我支持，孩子能胡思乱想吗？我支持你，你不在家，你天天在外头做生意，所谓你的创业赚钱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？人一打个电话你就去了。我就想跟他说，多理解我。哦，因为现在我已经46了，人都有人的追求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权利。我现在你追求，你生意都失败了，你还追求啥呀？现在把孩子好好的供养成有用人才，完了咱孩子找个好工作，像计算机呀、什么财会呀。我承认我失败过，但是你不能一棒子给我打死啊！是的，我也成功过。你评价一下你先生用几个词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大男子主义。大男子主义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。哦，啥事儿都得听他的。他要我做家庭妇女啊，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吧，正好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做生意失败了。那个时候吧，我可以说有一阶段很自卑，也没有自信。但是我俩那时候你也挺好的呀，那时候。我俩结婚以后，你也不像现在这样啊。是不是对你特别关照？对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显得很弱小？感动了我。哦，是他感动了你。然后我俩处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。结婚1年以后有了孩子。我就感觉生活太拮据了，将来能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，我不知道。找个工作，我让他找个工作，他也干过几天也挺好。上班我也上了呀，我也不是没上过班啊。按你的想法，06年我没参加工作吗？差点把胆都摘出去。哪个人？你看哪个人不上班？你就找个好班上多好，咱两口子赚那些钱也够孩子花。不，等于不太习惯适应那种朝9晚5的生活，您不太习惯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先生觉得他就应该朝9晚5，这样你们就过普通人的日子，你也不想他折腾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是。这个做买卖挣了钱了吗？现在我挣得多，别说现在，19年来做买卖是挣得多。一开始，在他做买卖期间，他是正常的人情往来，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？异性朋友太多，我感觉不舒服啊。但是是正常的。对，我现在说啥，女儿都认为他对，女儿一点都不听我的了。现在，咱这么着急说女儿这估计啊，咱们就说女儿。女儿现在读书了吗？现在上大学了。上大学了，什么专业呀？舞蹈专业。挺好的呀，对吧？刚才吵架的时候说这个为女儿学舞蹈把房子卖了是怎么回事？说说吧。因为学艺术很费钱啊。那时候我女儿学舞蹈吧，一开始想考北舞，她就领着我女儿全国各地的飞。那时候，哎呀，基本上我们的积蓄都花的没有了。主持人是这样，现在我女儿在勤工俭学，已经不用我们负担太多。你快别说勤工俭学，你一说勤工俭学，我又来气了。停！你们俩那点主持人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你等我听完以后，我跟你一起气。所以这个跳舞这条路，到底是妈跟闺女儿一起选的，还是妈逼着闺女儿走上了这条路？现在闺女儿回不了头，就非得一直这么。没有，我没逼着她，我是听从她的意愿。对，她也小孩他懂啥呀？小孩他3岁的时候就学舞蹈。那你咋不说呢？我说他不听啊。谁不听啊？
打了几天了，毛细血管就是血管细嘛，然后呢，那个小护士就扎不上了，孩子就要哭，完我就劝孩子坚强，他可倒好，抱起孩子给那护士数落哭了，孩子一看护士哭了，孩子这没等扎针就嚎啕大哭。你说的不对。然后呢，他就花钱去给孩子买好吃的，买一堆。你听我说，主持人，那个护士呢，是实习生，给我女儿打针，打1针，哎，你慢点啊，来，别怕，打1针，没扎上，哎，再来1针，阿姨再给你打1针，又扎1针，我姑娘你可以抱孩子走，但是你可以跟孩子讲道理呀。当时我什么感觉啊？我心都要跳出来了，他妈花了钱遭罪，我寻思我都讲着掉眼泪。我抱着我女儿走了，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些小食品，对吧？我女儿从那次以后非常高兴，哎呦，病好了一大半。你的思维方式都是我报到别的医院打1针就打上了，打了吗？打上了，不是买的什么吃的吗？必须这么买呀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，行了，就好了，教孩子。不吵了，头已经大了。你们俩这点事儿听的是还没听明白呢，先给你们吵糊涂了啊！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你一直说他要控制孩子的人生？因为我女儿吧要考研，想往更高层次去走。哎，考研好啊。孩子也在勤工，对呀，孩子也在勤工俭学，也不用你别说勤工俭学。他就是吧，不想让孩子考研了，想让孩子复修一门什么会计啊，什么那啥呀，那不是孩子想要的，他就想让孩子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工作，然后找个本分人嫁了，过一生就完事儿了，你要平平淡淡的。你知道孩子想要什么吗？这不得孩子怎么想怎么来吗？你勤工俭学，我女儿学舞蹈的，你记得学舞蹈，孩子学校你去过吧？那地方多偏，都没有个路灯。晚上很晚回家去教人舞蹈课，我孩子去教人舞蹈课，很晚回家，那多危险你知道吧？就有后果怎么办？再一个，我女儿教人舞蹈，我知道你关心孩子，中午吃不上饭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关心孩子，就因为这个，我孩子跟我俩撒谎，说没学，我也关心孩子，都撒谎了，因为这个，都不说实话。咱们做父母的可以跟孩子沟通啊，可以告诫孩子呀，怎么规避风险呢？咱不能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吧？你不能不让孩子走路吧？我不是不让孩子走路，那万一要碰到什么危险，我俩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那是你的想象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孩子想的太弱了。现在学舞蹈是挺好的，你哪有几个像杨丽萍的？你说吧，你不以学习为主吗？还学你什么舞蹈的？我知道谁怎么劝你，谁怎么说你，就这些年了，我跟你沟通这么些年了。都说服不了你，那我能说服了你？我说不让你出去，我说咱俩好好，你找个好单位上班，咱俩也够养活孩子的。到时候孩子，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单位，再找个好对象，是不是成个家？那多好的事儿！那你不同意呀？你就创业的。按老百姓的话说，该奔的都奔完了嘛，对吧？有房子了吧，对吧？孩子也读了大学了嘛。咱们这点收入也还行，老两口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了，为什么就不能为先生放弃一次，不再创业了呢？虽说孩子上大学了，但是家里的积蓄也没有太多了，我还想再拼几年，就是说，如果能多赚一点钱，为养老不也有个打算吗？他的想法是对的，我怕他创业吧，越创越糟，把这家庭吧。这个19年的婚姻状况，你听起来都觉得让你浑身发紧，但是我相信背后一定还是有温情的。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野老师，大哥你好，嗓门特别大哈。如果我先生这么冲我喊，我这日子肯定是不能跟他过了。19年，从来在家里说话都没人听。老婆不听我话，孩子不听我话，他们俩后来买了条狗，我的地位又往后排了。这一定是您的内心最真实的写照。现在好不容易他不挣钱了吧，赶紧回家给我老实待着来。当时你太太挣钱买2套房的时候，您怎么没冲她这样啊？我认为创业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是要把养老的钱留够，问题是你的家人是否支持你。我前半段讲的时候您看都不看，我现在冲我点头，觉得我说的对吧？对，听进去了。那我前边说的也对不对？对。
第二，再来说女儿的问题，孩子的路孩子走，我必须要说服你，咱就做好他们的后盾，饭自个儿做，自个儿吃，最好做完还能给人家留出一份放冰箱里头，晚上回来给热了。这就是一个先生在现阶段能给予太太最大的支持与关爱。女儿也是一样的，她的路是她自己选的。当她遇到困难、遇到挫折的时候，父母永远是她最温暖的港湾。但是当她想要去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是她最坚强的后盾。离是离不了的，但是希望各自调整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于老师。中年夫妻到这个年龄，然后一上场，那个感觉一出来以后，我相信有很多人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”但如果累积到这么长时间的话，我觉得根本问题就在于两个人不够理解，不能够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你虽然大男子主义，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哈，你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者。而老婆呢，是一个这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。另外一个女方，你说再等几年，我觉得再等几年，在我听来是无限期。所以不要用这种无限期对他判死刑，让他没有盼头。他希望回归，我觉得应该去理解。理解的意思是说，你得给他一个年限，照顾一下他的感受。他的歇斯底里你听不进去，你的咆哮你也不可能理解他，所以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他希望你回归，他喜欢你，他没喜欢别人，所以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。那么你至少得有一点时间，飞出去了还得飞回来，偶尔照顾一下他的感受。你创业是照顾你的感受，你创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你觉得那是我的人生，所以呢，你不要太过自私，说我的感觉好了，那家的感觉不好了，那你仍然是一种失衡。他并不是完全不接受你出去，最关键的是你心里没有他，这一点最可怕。而男方呢，我觉得你的沟通方式需要调整一下，让家有点温暖的感觉，要不然在对比状态下，他觉得外面太好了，回家以后就是吵就是闹，不回家才好，那你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？互补，这才是我们到中年能够有智慧生活的一个点，而不是一直在坚守自己的一个固执。那如果这样下去，是什么形式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？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严老师来。刚才老师们说先生说的比较多，其实我更多的想跟妻子说，你刚才说他就是想操控我的人生，想操控女儿的人生，他就是想限制我的自由。请问他操控了吗？请问你们二人的人生，你们二人的婚姻是谁在操控？他过了一天他想要的生活了吗？你选择了他，日子是两个人的。我们在追求自己内心的独立，和您刚才反复强调的说，我有我人生的价值，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，是不是要兼顾婚姻、两个人、家庭的价值？他今天能够跑到这儿来喊，还真的是因为你最近不赚钱了。以前你赚钱他更不敢喊，但这个男人是苦苦求你回家的呀。哎呀，你可算是在外边创造不了太多价值了，咱回家创造点家庭价值呗，咱过过小日子呗，让我也享受一下我想要的生活呗。看似他大声背后，其实我真的还挺同情他的。我支持你，即便46岁了依然创业，但我希望你能够相对减缓你的脚步，把家庭的价值、家庭的利益也放在前面，把丈夫的需求、丈夫的对生活的想象，多少帮他实现一点。其实你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，这样的男人也不好找。他死心塌地地爱着你，等你回家，希望和你好好过日子。这一切其实是你最看重他的地方，否则你早就跟他离了，对吗？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剑拔弩张，这么水火不容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么独立，你还会拖到今天吗？你心里很清楚，这根定海神针在家呢，有他在，即便你哪天一败涂地，他依然会给你一个臂弯，他依然用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。
有一句话不是那么说吧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？男人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只燕雀，女人就不愿意承认。鸿鹄之志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而且我并没有那么爱燕雀。燕雀和鸿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，怎么会走到一起呢？那是因为鸿鹄有一天折了翅膀，掉进了燕雀的窝里，所以燕雀陪着鸿鹄度过了那段疗伤的岁月。所以燕雀就认为鸿鹄就不飞了，就跟我过一样的生活。但鸿鹄毕竟是鸿鹄，它还是要飞的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就要坦诚。鸿鹄就得说：“我要飞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是我的生活，谁也不能阻拦我。虽然你陪我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光，我表示感谢，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。我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志向，但你从来没有说过呀，你没有说出来过。但是你不说出来，结果就耽误了你们19年。”燕雀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燕雀，因为它太没面子。但其实也没什么，很多男人就是平平凡凡的过着家长里短的生活。如果你非要跟他在一起，那你就做好你的燕雀，守好你的家。谁让我找了一只鸿鹄呢？正如3位老师所说，这个妻子你自己一定要坦白一点。你创业哪里100%是为了家庭？你买那2套房为家庭里面做出一些经济贡献，那只是你创业的副产品。而喜欢飞、喜欢创业、喜欢折腾，那才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你就不是安安分分待在家里面妻儿老小的人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索性咱就把底牌亮明了，我就是要飞，我就是要安家。如果给不了，孩子已经长大，你去追求你的生活，你去追求你的生活，这并不是一个悲剧。我是祝福你们能够活到自己希望的、想要的生活当中去。我认为孩子不会怪你。祝你们各自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真诚的面对，不管是离婚还是继续走下去，是为了让自己幸福，而不是拧巴。结局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是要幸福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感觉吧，你别折腾了。我女儿，我都需要你。咱们一家3口过得幸福的生活，那是最好的。你都这个年纪了，回来吧，我和女儿需要你。我想让你给我个时间，给我个时限。时间到了啊！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看。还有话说吗？你今天来的这个舞台，这个结局，我也没想到。觉得大男子主义应该这样，但是我这个19年的压抑都说出来了，我心里也会好受多。行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这就是一个舞台上的结果，回家好好聊聊吧。谢谢您的分享，请回。